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美伊戰事是我們的大主題，要來特別看到的是美軍狂炸7島航空母艦。再來是伊朗的部分，它的納斯爾2號第8波的全面反撲已經正式的展開了。這一次不只是伊朗在打，還包括了真主黨胡塞組織也怒嗆說他們要參戰。再來就是雙海峽是否會被鎖核？現在油價有沒有可能飆到$200大關？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先歡迎我們的在場來賓，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好，還有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在關心美伊戰事之前，請記得幫我們按讚，並且按下熱推薦，也可以在留言區寫下熱推，或者是寫下思敏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特別做回復。提醒大家，在環球大戰線主頻，我們的會員頻道已經成立了，按下加入鍵，成為戰友吧。好，今天的美伊主題，我們先看到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一樣我們會請來賓來幫我們做解答。首先，我們看到第一點，美伊戰火現在是全面的升級了，川普狂轟伊朗。這個叫做永不沉沒的航母大通不島，現在是它的最新布局，真的能夠撕裂伊朗的核武資防線嗎？那麼這個島它的重要性是伊朗的7島防禦網會不會引爆下一個中東的戰火呢？另外一場新的引爆點呢？再來我們看到第2點，美軍連續炸伊朗，狂轟狂炸已經達到5天了。當然了，伊朗的報復的力道也是非常強烈的，發動了閃電行動跟這一場叫做納斯爾2號的飛彈無人機攻勢。伊朗也最新揚言了，他會俘虜100名的美軍，他是真的反擊要打痛美軍，還是一場心理戰？這個是第2個問題。最後我們會來關心到的是伊朗打出的能源王牌，包括了胡塞組織也說要參戰哦。那麼接下來他的下一個動作就是封鎖曼德海峽。如果荷姆茲、曼德都被封鎖住的話，全球油價有沒有可能很快的突破$200大關？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一次比較深入的剖析。這一次在中東的戰火部分已經全面的升級了。川普在下令要重啟對於伊朗的這一波攻勢之後，已經連續整整5天狂轟伊朗，而且呢，這一次是第一次24小時之內白天發動一場戰爭，接下來晚上又發布另外一場戰爭，等於是全天候不停的在對伊朗進行轟炸。15日早上，我們先來看到美軍鎖定的就是它的荷姆茲海峽的入口。今天特別要關心這個地方，因為這個地方對於伊朗來說是重要的戰略節點，它的大通不島。美軍上午在這邊轟炸了90分鐘，緊接着同一天下午又展開第2波的攻擊。同時，美軍還說要恢復對於荷姆茲海峽的封鎖行動哦。那麼，我們也看到了，美軍的部分還對無視警告的油輪發動了地獄火的飛彈攻擊，要切斷所有伊朗最重要的石油生命線。今天我們要來探討的主題就是：美軍真的只是炸一座島嗎？因為大通不島到底有多重要？幫觀眾朋友稍微科普一下，它是伊朗7島防線的核心，所以顧名思義，其實就是由7島所組成的。這當中包括了大通部、小通部，還有其他的島，那麼形成在伊朗的一個拱形的防線哦。這一波攻勢造成了我們看到伊朗的7名軍人喪生，還有13枚飛彈直接射向了伊朗的東南部，在這邊的軍事基地。伊朗形容這個大通不島的7島就像是永不沉沒的航母。現在美軍直接鎖定這個地方，目的就是要打穿伊朗的海上堡壘，意思也就是要削弱伊朗對於荷姆茲海峽的一個控制權哦。那麼接下來伊朗就放話了，他說會為烈士的鮮血復仇，並且迫在眉睫。等一下會立刻來看到伊朗的最新軍事行動。川普最新接受了這個媒體的專訪，他怎麼形容伊朗？他說伊朗像偉大的拳擊手，你以為你已經把他打敗了，結果他立刻反手給你一記重拳。我們要趕快來看到伊朗的重拳有哪幾招。第1拳跟第2拳包括了第一個閃電行動，伊朗透過自殺無人機發射來猛烈的攻擊當地的這個約旦這邊的基地。第2拳就是它的第8波攻勢，飛彈加無人機攻擊多地的美軍基地。那第1拳當中還包括攻擊的美軍在當地的F-15、F-16、
F-35機庫跟它的 MQ-9死神無人機的這個機庫哦，同時瞄準了當地多個通訊系統、燃料庫跟雷達站。第二權我們剛剛提到的嘛，納斯爾2號第8波攻勢，則是瞄準當地的後勤，包括在科威特的後勤中心，還有阿里薩勒姆基地的防禦雷達系統等等。最受關注的是，我們看到伊朗特別公布了一個衛星圖像，說它炸毀了哪些地區呢？包括了在巴林的美軍基地、第5艦隊基地的無人機指揮中心，還有呢這邊的這個謝赫伊薩空軍基地的直升機維修中心跟 P8 電戰機機庫等等。伊朗外長繼續放話，接下來應該會來進行的這一場地面戰，可能會俘虜100名的美軍，把這些美軍帶回伊朗哦。這些攻勢非常的強烈。我們先來關心美國轟炸伊朗的七島，這個叫做永不沉沒的航母，這個天然航線真的能靠空襲摧毀嗎？現在真主黨也說他要加入了，美軍是否面臨更大的壓力？賴老師怎麼看？要靠轟炸要把一個伊朗的防線要摧毀，恐怕不容易啊。因為我們先看一下過去的戰爭歷史啊，在過去的戰爭歷史，日本怎麼炸重慶，並沒有讓中國大陸屈服。納粹啊一直炸倫敦，也沒有讓倫敦啊英國屈服。同樣的，美國的盟軍一直炸柏林，也沒有辦法讓柏林屈服。二次大戰之後啊，就有一個案例啊，有一個國家，它因為被轟炸，沒有出動地面部隊，而最後屈服的。那個案例就是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就是過去的南斯拉夫，但是美國炸它炸了78天，投下2.2萬噸的炸藥，也就是23000多枚的炸彈，不斷的投下去，然後炸了78天以後，它才屈服。如果我們要講說二次大戰期間裡面有沒有哪一個炸彈讓日本馬上屈服的，那就是2枚的核彈啊。過去炸了東京或者日本的一些地方也沒有讓日本屈服，但是2枚核彈讓日本人嚇破膽了，屈服了。二戰以後我們強調的就是南斯拉夫也是炸了78天，2萬多噸的炸彈才讓它屈服。那你想，川普炸了5天啊，這個島嶼就要讓伊朗屈服，恐怕也不容易。在2月28號開始，美國就已經一直在炸伊朗的所有的軍事要塞、所有的軍事設施，炸了1個多月，啊，也用掉了上千枚啊的一個高精度的導彈，也沒有讓伊朗屈服。所以這樣的一波的炸彈啊，就是說啊，伊朗的這個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的島嶼就要屈服了。我想這不容易，為什麼？因為你最終還是要出動你的地面部隊，也就是說，如果你不出動你的地面部隊，你只專門靠這樣的一個轟炸，那你不去佔領它，你不把它當成你的要塞，當成你的一個前沿基地的話，那伊朗為什麼會屈服？你炸了以後，我繼續炸你，你炸我就炸你，你炸我就炸你，你只要沒有控制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就還在我手中。所以我個人認為，美國沒有辦法靠不斷的轟炸中就屈服伊朗的抵抗意志。可是問題就在於美國敢不敢出動地面部隊？我覺得這個是考驗的川普的一個決心。川普講說要出動地面部隊已經講得很久了，從把機將部隊派過去，把這個特種傘兵部隊派過去，再把這個遠征軍都派過去，就海軍陸戰隊，也就是不管是從空中投下去的，從海上登陸的等等各種例行的這種2棲的部隊作戰都已經部署到這個地方來了。部署了多久了？快半年了。也沒有辦法投下去，就是因為風險太高，不可靠的因素太多。川普他自己也沒有把握，說他的地面部隊投下去以後沒有傷亡，或是極低的傷亡，很少。連他去挽救他所謂的人質，後來認為說他可能是要去摧毀這個伊朗的這個被轟炸的核設施，然後要去確認以後把他的核原料拿走的那樣的一個特種部隊的，尤其是綠扁帽部隊跟三角洲部隊組合的這種特種部隊投下去，最後的結果怎麼樣？最後的結果還是落荒而逃嘛，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美國要出動地面部隊要佔領這個地區，
我想這個風險太高了。我個人認為，川普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真正敢下決心說我就做了。所以也不會因為這樣子，伊朗就說那我屈服，我投降，那我們來好好談判。可是川普已經露餡了，他炸了半天的目的還是為了要談判嘛。說我們來談嘛，我們來談嘛。那這個怎麼可能？我覺得川普已經把他底牌泄露出來了，也就是他做的目前的動作，最終就一個目的，就是我要談判。好，那同樣一個問題也特別請教酈將軍怎麼看？因為川普也說了，這個伊朗是偉大的拳擊手。那我們看到伊朗是立刻發動了各種的攻勢，不管是他的第8波攻勢，或者是他的閃電行動，真的打痛美軍了嗎？那伊朗真的如他所言，他敢綁架100名的美軍嗎？那酈將軍又怎麼看？這7個島就是在荷姆斯海峽北邊最大一個島哥斯姆島，那旁邊還有7個小島，包括到我們知道拉拉克島、大不通、小不通這些島。這幾個島原來在這個3月份美伊戰爭的時候，美國地面作戰就揚言要奪下這幾個島。那從美國當初地面作戰要奪取這幾個島，你就知道這幾個島對控制荷姆斯海峽有多重要。但是為什麼當時以美軍強大的戰力那他都沒有辦法奪取，也最後連動手都不敢動手。我跟你講，這幾個島在軍事上它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個它這幾個島等於是伊朗南邊這個大陸的一個前沿陣地。你要對伊朗的本土發動攻擊的話，首先你要打這幾個島。如果說你沒有拿下這幾個島，你貿然就進攻伊朗的本土，這幾個島就變成反射擊陣地，它可以對你登陸的部隊反過來打你屁股所以你就必須要先拿下這幾個島。可是你要先拿下這幾個島，你又會遭受到伊朗本土部隊的這種掩護攻擊所以你要拿這幾個島是非常难的。這種道理就像是我們台灣現在來講的話，有一些這個外離島，它的跟本土之間作戰的地位是類似是像這個樣子。但是關鍵是這7個島又連在一起，你不能只拿一個島，你必須要同時拿下7個島。你光打一個島沒有用，你打一個島，其他6個島會同時對你發動反擊，互相掩護。所以美軍當時我覺得他就在軍事上面、戰術上面，他沒有那能力同時對7個島發動攻擊。但是現在這7個島又剛好是在荷姆斯海峽的北邊所以伊朗現在規定，所有要通過荷姆斯海峽船，必須要從北邊這個拉拉克島從這邊經過，要進入荷姆斯海峽，要從拉拉克島的北邊，要出荷姆斯海峽，要從拉拉克島的南邊，這幾個島剛好就是控制的荷姆斯海峽。但是美軍光靠轟炸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因為我們都知道，到最後你還是要靠地面戰來處理來解決。但是看得出來，美軍現在對於這個發動地面戰奪取這7個島，目前看起來沒有這個決心，也沒有這個能力。因為我們看到他現在打到現在這個時候，他已經很多兵疲力盡了這個已經沒有太大，我認為他沒有太多餘力可以去攻占這7個島。之所以伊朗會不會去俘虜100名美軍，我覺得這可能性極高的。因為我們不要講別的，地面作戰的話，一定會有俘虜。這個包括到我們現在俄烏戰爭，你看到雙方動不動隔一段時間就互相談交換俘虜，所以地面戰爭一定會有被俘虜的這個可能性是非常高的。那如果說伊朗這個對美軍主動發動地面的突襲來講的話，它可以利用伊拉克的民兵組織這個利用或者是說美軍敢這個貿然的發動地面作戰來講的話，我覺得美軍被俘虜機會是很大，因為歷來所有地面戰爭來講的話，幾乎是俘虜是被敵我雙方互相俘虜，幾乎是避免不了。但是問題是，美國以這個國家來講的話，它是絕對經不起這個有美軍被俘虜。如果有美軍被俘虜，大概國內反戰的聲浪就會一波就非常的洶湧。對川普來講的話，他應該是招架不住的。好，那我們看到，眼看這一場戰事逐漸的擴大，甚至已經要到失控了。現在另外一個組織說要加入參戰了，它就是也門的胡塞組織。我們要看到他最新放話，他說，如果呢接下來局勢如現在所發展的繼續再往上升高的話呢，他不排除接下來會來封鎖的是曼德海峽了。那現在就會看到說，不只是荷姆斯海峽被封。
曼德海峽未來也可能陷入危機。那大家怎麼看說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發生呢？這位是倫敦國王學院的專家，他叫做克里格，他特別警告說，這件事情會是伊朗最後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革命衛隊認為說全面戰爭已經不可避免的時候，他才會做出這樣子的事情。如果兩個能源命脈都被掐住，那全球油價恐怕升高到1桶$200大關，有沒有這可能？這個經濟核彈，楊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稍微有一點危言聳聽了哈。因為歷史上油價最高的時候是2008年7月，多少錢呢？布蘭特原油147塊，這歷史上最高的。而且那個時候很大的原因，當然就是因為美國的金融危機，那再加上國際整個能源的需求，那美国的金融危機導致美元的貶值，因為美元的貶值這個貨幣貶值才使得這些價格攀高，所以是這個因素。那會不會因為這一次，你說荷姆茲加上曼德海峽，你必須要了解，胡塞組織對於曼德海峽的封鎖，如果他真的這麼做的話，和伊朗對於荷姆茲海峽的封鎖是不可以劃等號的，因為它在整個地緣、地理，然後呢，整個飛彈以及無人機，還有就是海岸的控制，跟在曼德海峽是不一樣的。曼德海峽之前曾經發生過類似這樣子的紅海的攻擊，所以各國其實都有去做一些排除，因此它會讓油價攀高。我們先來看一下哈，油價在2月27號的時候是72塊美元，我們講的都是布蘭特原油。發生戰爭之後呢，在4月中到6月中2次最高到120塊，這已經是非常高了。然後呢，大概在這段期間到6月中以前呢，大概都是在90塊到95塊之間，其實已经是相對高的。你看72塊到90塊，可是當6月17號他們說要進行和談的時候呢，就一下掉，在這3個禮拜掉到了71塊，那就回到了戰前一樣。戰前一樣。當然這有點預期心理。那現在是多少呢？現在從7月10號到目前為止呢，大概是維持在84塊、85塊。昨天是84.95。今天到目前為止收盤是84.88，所以維持平的。可是還是繼續的轟炸啊。對，某種程度哈，因為大家剛才賴老師講了，知道川普根本撐不了多久嘛。你就是說7天我要炸你橋樑，然後我就希望你回到談判，所以戰爭不會擴大。然後他給國會的信函裡面說啊，我不會打地面戰，我會是有限度的，我會是一個合適的、適度的攻擊。所以換言之，其實這個油價跟這個股價慢慢的跟川普在那邊一天到晚叫囂真打，但是呢，已經有一點脫鈎了。但當然還是這個價高了哈，被疊高了。可是呢，並沒有說往上攀。如果說2個海峽都被封鎖哈，它立即會往上走，120都有可能。那曾經來過，但是再往這個上走的時候，我覺得需求會降低，因為這會造成整個需求這個無法負擔，然後呢，戰備儲油會出來。那最重要的是，這個時候別的國家不會在旁邊袖手旁觀了，歐盟、俄羅斯甚至中國都會出來說，這個事情不能再這樣惡化下去。你美國要有所節制，你伊朗要有所這個就是回應。對，不能再這樣下去，他們2個國家自己也受不了。所以我覺得現在不過這裡最後一點就是說，打消耗戰，美國以為在跟伊朗打消耗戰，但這個消耗戰不要認為只是打彈藥庫存消耗戰，光是這一點，其實美國已經輸了。現在你再輸有什麼意義？對。但是消耗戰另外一個意義就是我們今天一直在講的，油、通膨、經濟，還有你的選舉會消耗你的，所以那伊朗都沒有這些問題啊。那當然，伊朗的經濟會更加的受創，所以我是覺得，為什麼川普自己設定了7天、14天，那他就知道這個消耗戰其實它有它的天花板存在的。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
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接下來我們看到北京變臉普丁嗎？因為他拒簽了這個西伯利亞力量2號管線的這個合約哦，到底怎麼回事？現在還有一個說法，北京已經提前在布局俄羅斯的接班人，真的是這樣嗎？昔日的戰略夥伴出現裂痕嗎？打上一個問號。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軍事上，中俄的合作還是非常強的，包括了中國出動它的039B，俄羅斯的部分則是它的洛基級潛艦聯手出海。中俄到底是分手還是另類結盟？今天我們一起來做深度的剖析。中俄關係我們剛剛說了嘛，現在是不是出現了一個比較微妙的一個變化呢？原本被視為是普丁他很重要的一個外交成果的西伯利亞2號天然管線，現在出現了停滯。好，細節到底是什麼？我們看一下《華爾街日報》怎麼報道的。他說呢，俄羅斯總統呢，他在5月份的時候，也就是訪中前呢，曾經派高層還有一個代表團到北京去，當時要談的事情就是有關於西伯利亞2號天然氣管線的簽約了。結果呢，這些代表團在中國談的過程當中，發現，中國這次的態度比較奇怪，為什麼態度看起來不太積極，拒絕跟俄羅斯簽約？俄羅斯所定出來的價格跟採購的條件呢？是俄羅斯定的這個價格採購條件不夠好嗎？那中國後來也要求俄羅斯說，你必須以低於市場的價格，甚至是接近國內售價供氣，否則呢，中國大陸是不願意跟俄羅斯來繼續簽約的。好，這一場的談判就被視為說，這個過去20年來的這個能源計劃，本來是可以避開西方轉向中國大陸的一個能源計劃，現在怎麼連跟中國的方向都陷入卡關了呢？就是因為價格談不攏的關係而已嗎？那俄羅斯的天然氣巨頭高層也非常的緊張，他說公司啊現在正在經歷緩慢，但是偶爾會爆發的死亡哦。俄羅斯的能源的收入正在快速的下降當中，對中國的依賴也是同樣越來越深了。這個是在經濟面，我們現在做一個解讀。在政治面，我們也看到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來自於《華爾街日報》的報道說，北京的內部已經開始評估所謂後普丁時代的俄羅斯了。什麼意思呢？我們看到北京到底具體做了些什麼事情？他現在跟俄羅斯不同的政治領域、商業領域的單位呢，開始有做接觸了，似乎是要在做提前布局，也就是確保未來不論是普丁或者是其他人掌權，中國大陸都能夠持續在俄羅斯這邊維持一定的影響力。那事實上，我們也看到，在俄烏戰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哦。在俄羅斯遭到西方制裁之後，他開始對北京強化他的大幅合作。外界質疑俄羅斯跟中國大陸的關係，本來以前是這種戰略夥伴比較平等的關係，現在是不是看起來比較是中國大陸來主導的一個非對稱關係呢？所以中國才會開始布局所謂的這個後普丁時代嗎？到底怎麼回事？好，我們先來關心這個西伯利亞管線2號，中國大陸拒絕與俄羅斯簽約，在經濟結構上面出現了什麼轉變嗎？賴老師怎麼解讀？哪有轉變？這個《華爾街日報》在見縫插針，在挑撥離間，根本不是這樣啊！商業的事還是要就商業，地緣政治的事還是要就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這道理很簡單。我們先看一下啊，因為普丁他在這一次的西伯利亞2號線是大手筆啊。為什麼說是大手筆？因為它原本有北溪2號線，那是俄羅斯往歐洲的天然氣管線。後來被烏克蘭、美國情報單位炸了，這是不爭的事實。炸了以後，北溪的2號線是俄國出資一半，歐盟的相關國家5個國家以德國為首出資一半，組成北溪2號線公司。而這個聯合公司的總部設在瑞士，但是被烏克蘭炸掉了。它的運送量多少？每一年至少500億立方米，這麼多。那現在俄羅斯、歐洲不賣了，他想轉賣到中國來，賣到中國來，跟中國在多次的談判中，中國大陸不太願意走最近的那一條路，因為普丁他想走最近的那條路，那條路就叫穿越蒙古國。可是對於北京來說的話，他希望走的是東線，也就是穿越東北進入中國，要不走南線經哈薩克進入中國。就是不想走蒙古國這個部分，為什麼？因為蒙古國比較像烏克蘭，
如果說今天經過蒙古國，那如果哪一天蒙古像烏克蘭一樣，因為當時俄羅斯也是經由烏克蘭的天然線管道進入了歐盟的南方，就是南歐這個部分。後來烏克蘭有時候就把它關掉了，對，關掉以後就造成南歐盟他們缺天然氣了。那經過烏克蘭要收過橋費嘛，所以經過蒙古國，蒙古國要收過橋費，所以蒙古國很積極，他現在一聽到中國大陸對這個管線興趣不大的時候，他着急了，他開始希望能夠跟中國大陸跟俄羅斯來會談。可是你不要忘了，在這個之前，蒙古國幹了什麼事？蒙古國他在2月的時候，他的外長到美國去訪問，跟盧比奧是仇中反中的大將。2月的時候，他跟盧比奧就談到第三鄰國的戰略夥伴關係。那也就是說，對於蒙古國來講，他要一直維持除了中俄以外，他要尋找另外一個大國的這個靠山，所以他永遠要走這種搖擺的路線。永遠要走搖擺的路線，它大部分的时間是跟中國大陸比較不友善的，大部分的时間哦。好，那這是2月份發生的事，所以中國大陸對於蒙古國，它一直保持着警惕，在觀察。蒙古雖然也派外長要跟中國大陸斡旋，可是事實上是裝模作樣，因為6月份的時候，他的外長又到日本去了，而這個時候是中日關係最緊張的時候，他到日本去了以後。日本給他360億日元的低利貸款，然後他要跟日本簽戰略夥伴關係，簽稀土的關係，那你想這樣的一個國家對中國大陸來講，我不信任你啊，我不信任你，而這個投資是巨額的，要5、6年才能完成，投資是巨額的，要這麼長的時間才能完成，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呢，就是如果你不給我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擔保，那你到時候我的能源被你這個蒙古國控制住，那對中國大陸不利啊。所以中國大陸當然希望能夠分散各種能源的管道，從東北來，從哈薩克來，從LNG 船。中國大陸現在 LNG 船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做的最大的，所以它的成本可以下降很多。那你想，對大陸來講，這次已經暗示俄羅斯了，不要提了，就先擱置吧，因為要看蒙古國的態度。所以我個人覺得，以蒙古是把自己害了，他以為他聰明，笨得要死。好，所以我們看到在中國大陸這一次的動作，針對西伯利亞2號的動作，是不是要分散在這個經濟上面的風險、能源上面的風險？那另外一方面，在政治上又怎麼解讀呢？因為現在有說所謂的後普丁時代，他們已經開始布局了，怎麼回事？楊老師，其實西伯利亞力量2號要經過蒙古國，俄羅斯希望說，透過這個管線把蒙古綁住，綁在中俄之間，其實蒙古如果真的管線經過的話，它沒有什麼太大的決定權哦。說我今天開，我明天關這樣子哦。那事實上，它南北都是2個超級核武大國。對。那你哪有什麼時間讓你這個開關的？我搞不好這個管線我都駐軍了，對不對？你每日又怎麼樣？所以蒙古一開就知道，這個管線要真的形成哦，有很大的這個困難。所以他倒不如把這個東西啊，去跟美國跟日本去要價，討到了一些貸款，討到了一些這個說法，那但是美國跟日本也了解，在這中俄之間的蒙古國，其實你鬧不到哪裡去，你最多派更多的這個 sumo player 到日本去，那很多 sumo player 是從蒙古來的，這樣子，但是也的的確確一開始的時候，這個報價一直在談，那整個俄羅斯這邊的評估大概每1000立方米是125美元，大概平衡點。那中國大陸剛開始的報價比這個還低，那當然這個是商業談判嘛。對。那現在看起來他們是可能在120到150之間，不確定。如果真的要做，但到底是怎麼做？其實我倒不是很擔心說這個經過蒙古國，我剛剛講了，經過其實把你綁住了。你蒙古國還有什麼？你人口加起來不如我這個一個省的這個多了，所以其實他們倒不是很擔心，但是反而是去這更進一步的這個連結，那改變了整個東北亞。大家以前講東北亞的時候，都忘記了蒙古的存在，有的時候也很忘記這個朝鮮的存在，但事實上現在這個地緣政治把大家都給包含進來。那
至於說所謂的這個中俄關係是不是第一個有所謂後普丁時代的布局？我跟你講，這個就華爾街日報他的這個說法，你知道？是。那也許會有一些風險評估，但兩國關係絕對沒有質變。那第二個有沒有說，因此我們可能出現了中俄呈現一種非對稱的關係？中國大陸形成非對稱優勢的關係。我經濟上是呈現了一些，就是說，應該是說這個非對稱，但政治上絕對平等。那經濟上是事實的經貿關係，而且你知道，如果你講非對稱的話，早期更嚴重啊。現在雙方的貿易額在去年來到了2500億美元，那之前呢，甚至還低於1000億，那也就是說，過去在能源採購，在中國大陸商品前往俄羅斯的這個部分，其實都很低的，你看在短短的3、4年之間，它就來到了2500億，而且他們說今年可能會超過更多，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我覺得其實雙邊的經濟相互的互補依賴，其實是越深刻的，那你當然說中國大陸賣的比較多，出超比較多，那你說我們台灣跟這個兩岸之間或者台美之間不也是一樣嗎？但是呢，政治上他們卻是一直維持相對的平等的。好，我們剛剛看到是這個中俄在經濟跟政治上面的合作，那在軍事上的合作，我們等一下請酈將軍也幫我們看一下，因為最新呢這一場是中俄的聯合海上2026軍演哦，持續的進行軍事的合作，而且現在看到他們都出動了不同的潛艦。中國大陸的部分，我們先來看到圖片哦，039B 型的原級 AIP 潛艦，俄羅斯派出的這個是改良型的洛基級潛艦，那雙方在這邊演練，包括科目像是反潛作戰、海上目標打擊、潛艦救援、聯合作戰指揮協調等等。接下來演習結束之後，會一起走向太平洋海域進行聯合的巡邏，顯示雙方軍事合作從單次的演習走向了一個比較常態化的部署。戰力的部分會如何影響到接下來，並且衝擊到美軍會有怎麼樣的一個威脅，在這個海下的一個水下的一個打擊網？那酈將軍怎麼看？我們看俄羅斯這個國家它橫跨歐亞兩洲那現在來講的話，他在歐洲那邊這個俄烏戰爭打得正酣而且這個戰爭拖了4年，對他來講的話，事實上也是陷於一種這個陷於戰爭的泥淖當中。如果這時候他在東邊這邊，那如果說有任何軍事的這種威脅來講的話，他國家將陷於整體的一個大不利的情形，他必須要面臨兩面作戰。所以他一定要跟東邊的這個中國來講，一定要搞好關係。由於在軍事上面來講的話，一定雙方要建立彼此互信的同盟，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當然我們知道中俄還有朝這3個國家有個共同最大的威脅的敵人就是日本。那這個日本這個國家，高市早苗上台以後，積極的要恢復他的軍國主義，然後要發展他的這種就是要廢掉他的無核三原則，以及修改他的國安3法這個在這種狀況下，那當然中俄兩國勢必要聯手，但是很特殊的，中俄兩國在軍事上的聯手的演習之前是空軍的，我們都知道中俄聯合的空中戰備警巡，對，然後最後是海上的，海上中俄聯合海上的軍演，然後前2天是海上聯合警巡，但是這次很特殊的是海下開始聯合警巡了，是這2艘潛艦代表的是水底的戰力已經開始了。當然，這次中國跟俄羅斯互相用的還不是這種核動力的攻擊潛艦，還都是傳統動力。中國的039是傳統動力但是 AIP 崛起推進，它就是可以不依靠空氣它就可以推進，那可以長期潛伏在海裡面。那俄羅斯的基洛級也是一個性能非常優秀的這種傳統動力的一個潛艦。那為什麼這2個國家開始搞潛艦呢？其實這跟美國就要扯上關係了，因為美國知道說是在第一島鏈這邊可能水面戰艦不是中國的對手，所以包括到帕帕羅包括到赫格塞斯曾經講過一句話，他說這個美國的只要跟中國如果在開戰一開始的時候不到這個半個鐘頭，他的水面戰艦可能就會被中國的這種導彈打得差不多了。在這種狀況下，這個美國跟這個當然就要想說靠它水底的優勢來跟這個中國來做水底的對抗。那當然，中國也水底跟我對抗來講
反潛作戰最好的武器就是潛艦。所以你既然要用水底下來對付我，我當然用水底下对付國際，這是這個互相相對的。所以中俄這一次，我覺得潛艦的聯合戰備警巡，潛艦的聯合的軍演，我覺得是對美國的這種要準備用潛艦突破第一島鏈來威脅中國在海底的戰力，這個一種反制的作為哈。所以這次來講，中俄很特殊的，這是第一次潛艦的聯合軍演。好，謝謝酈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美中科技戰，趕快來看到的是中國大陸被美國封了7年的這場科技戰，竟然封出了中國大陸的 AI 霸權。今天會來看到是華為浴火重生哦，等一下會來關心到它的新機即將推出的這個5G 手機。重返了全球哦。那麼輝達的部分，在中國大陸現在市占率已經降到雙位數以下，被形容是崩盤了嗎？北京這個時候吹響它的算力反攻的號角。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歡迎觀眾朋友在留言區留言，如果您認為在這一場的科技戰當中，此刻也就是在2026的下半年，中國大陸已經突破美國的封鎖，完全突破幾乎哦。那麼寫1，如果您認為現在還在跟美國就是承受美國的壓力的話，留言幫我們寫2，一起來做討論。這場 AI 戰場可以說已經變天了。美國原本希望用它的晶片來掐住中國大陸的咽喉哦，沒想到7年之後，也就是此刻，境內沒有讓中國大陸這個停下腳步。現在我們看到的事情是華為正式的崛起，輝達也失守中國。來看到 AI 版圖重新洗牌。大家知道說，在近期美國封殺 H100，還有限制包括了部分的 H200出口中國大陸，甚至祭出了白名單制度之後，到底害的是誰呢？因為我們來看到來自於經濟學人特別做的統計哦，是不是現在受害者反而是輝達啊？AI 的晶片市占率已經從當時在中國大陸有這麼高達95%的市占，現在竟然只剩下8%了。輝達執行長黃仁勳這麼說，他說輝達的先進 AI 晶片在中國市占率可以說是一度已經掉到幾乎為0了，幾乎都沒有了。那另外一部分，那搶下的市占的就是中國大陸的華為，尤其是它的昇騰晶片已經搶下了超過50%的一個市占，這個是就晶片的部分。但是呢，我們知道科技戰現在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在於 AI 了，尤其是算力的部分，現在非常的重要。華為在2026年，我們今天要來看到是推出的新一代 AI 超級算力的集群，這個是 Atlas 950。它厲害的地方在哪裡呢？據說可以挑戰輝達還沒有出的這個它的算力系統，而且呢，華為推出的這個系統運算能力還直逼是全球最高等級的。華為的董事長徐直軍是這樣說的，他說未來2年華為將會維持全球算力都是落在第1名的，代表中國競爭的焦點已經從不管是在晶片，已經往 AI 的算力基礎設施整體來做一個發展了。華為的 AI 算力超車輝達嗎？可不可以這樣說？等一下請教賴老師。再來就是美國的晶片封鎖了中國大陸7年，最後為什麼還看到 AI 算力中國大陸有機會成為全球第1？老師怎麼看？這個就是各個科學家啊，還有就是所有的業者都告訴美國的總統川普啊，說封鎖是錯誤的戰略。你必須要合作的方式啊，因為最主要的是因為中國的科學家跟工程師，第一個聰明，第二個他們勤奮，第三個國家政策支持他們。那擁有這3個特點的話，他們不屈服，他們不會投降，他們只會越做越好，只會在你想不到的時間內完成他們所達到他們所預定的目標。最後證明中國大陸做到了，也證明了他們的預測是正確的。也證明了這個川普是錯誤的，所以川普害死自己國內的產業，川普害死英偉達，
川普也害死了他們美國的這些科技產業。算力現在多重要啊！各位想想，美國為什麼千方百計的要把這個 TikTok 把它搶過來？就是因為它的算力最強，它能夠精準的知道這個觀眾或者是消費者他本身的需要，所以它的本身的這套技術，事實上是中國大陸在最早的時候獨有的。那現在美國想把硬體的這個設施裡面把中國大陸打趴啊，可是問題就是打不趴嘛。現在掏晶片也出來了啊，當時台灣有一些台積電的一些大佬。說不可能，落後好多年，3年、5年，什麼都可以講得出來。本來這個黃仁勳在跟美國要去說服他們的時候，說你們不要用封鎖的方法，不要阻止我的產品賣到中國。他當時講說，中國大陸跟着我多近呢？跟着我是奈米的距離，就在我旁邊。然後後來美國還是決定封鎖了以後。然後他們又講說，那中國的算力離你的英偉達或者這個滔定理離你英偉達多遠呢？他說遠得很了。你看，同樣的概念兩套說法。那到底他今日的過去的黃仁勳正確，還是後來的黃仁勳正確？不知道。後來有人說，那黃仁勳是不是沒有把這個滔定理讀完？怎麼可能？如此聰明的人，怎麼可能沒有讀通？怎麼可能沒有讀清楚？結果掏晶片出來了。掏晶片出來也證明了，因為科學的東西你沒有辦法不受檢證的。當它出來了以後，很多人馬上一猜以後發現它就是這麼的強大。現在阿特拉斯也出來了，他也告訴你說我就是在，你拆開來看看。可是問題就在於。英偉達的還沒出來啊，就是輝達的還沒出來，而中國大陸已經出來了，而出來了以後，我就告訴你，我領先你2年。等你出來以後，我們再來驗證看看，因為它新的東西在後面也要出來了。換言之，也就是說，這是一場大競賽。可是現在的情況已經證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國可以在這個競賽中贏，而現在不只是在中國的市場，中國贏了。我們也在這個節目中多次的跟觀眾朋友有預測過，就是說中國一旦做出來了以後，那就不只是在中國的市場內一較長短，而是在全世界的市場一較長短了。換言之，也就是說，當黃仁勳的東西不但賣不了中國大陸，黃仁勳的東西可能在全世界也要面對華為的嚴重挑戰了。是，因為。我的性價比如果比你低的話，你除非你能夠做出非常好的性價比，不然的話你一定輸我。黃仁勳的股價，我覺得可能快守不住了。好，所以輝達現在要緊張了嗎？我們剛剛說嘛，這個輝達它在中國大陸的晶片市佔一度是從全盛時期的95%，剩下8%而已。接下來如何看後市？楊老師，美國對於中國的科技戰，從2017年打到現在，真的是越打越回去，而且。他本來是想要把中國變成一個孤島，由美國、晶片聯盟、整個西方從軟體到技術到設備到芯片，通通管制，把中國變成一個孤島，要打壓它。結果現在孤島在哪裡？現在孤島在美國，所以真正的孤島化其實是美國。我怎麼說呢？第一個，他在關稅提高變成一個壁壘，就不把自己變成一個孤島。第二個，他現在不准中國大陸依照用中國大陸自己本身發展出來的成熟晶片跟技術所做出來領先全球的電動車、太陽能板、無人機，不准進口到美國。就只有大疆無人機沒辦法，因為大疆無人機已經進去很久，所以他把他自己變成孤島了。那現在在就是芯片的這個發展跟算力的比較上其實我覺得也越來越接近。而如果當你跟中國大陸的技術跟接近的時候中國大陸擁有規模的經濟，擁有整個供應鏈群聚，然後呢，它內部又這麼捲，又有全球南方的市場，你美國根本除了美國之外，現在連西方的市場其實都不需要你美國相關的電動車之類的，因此你就看到華為的這些芯片，現在當然你說跟輝達的 Blackwell。B200，也許還有一代的差距，我們不知道。等真正華為出來，我們要再做比較，這是最頂尖的。但是它說實在，
跟 H100已經超越 ，H200呢 ？H200根本其實中國大陸是願意開放買，那是因為自己本身現在供應不足，所以乾脆用你。為什麼？他願意讓你賣的時候，表示他已經不怕你的這個衝擊了。因為我自己的本身技術上已經超越你，只是現在是產能不足，所以呢，先用你的東西。所以是不是跟 Blackwell B200還跟華為是有一代差距？我們要等待。那至於輝達還有另外一個東西，真正的護城河是叫 CUDA，就它那個整個軟體這個生態。但是華為的 CAN，事實上我覺得可能也接近。現在問題就是說，可能在手機裡面的鴻蒙系統，畢竟使用人數相對是較少，但這也不是針對你輝達了，這是整個 Google 系統。所以其實我是覺得這個還很快已經發現到，當美國跟西方想要把中國給孤島化、打壓它、進行科技戰的時候，結果你看10年下來，孤島的是美國，那變成自己本身要守住自己的優勢，而優勢真的也是不多了。好。那另外一方面，除了这場中科技戰涉及到晶片之外，我們也看到實體手機的部分。過去大家還記得嗎？2019年當時呢，這個美國禁華為哦，當時禁的東西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包括針對4G 啊、5G 啊各種的零件等等的技術都禁止給中國大陸。那其實短短的幾年之內，當時的華為確實是一度幾乎撤出了海外的市場哦，全球市占從第2一路跌到谷底。但是我們今天要來關心，就在此刻。7年之後，劇情出現了大翻轉，因為華為正式宣布的這款手機啊，我們這個面板上面也有圖片，Pura 90S Pro 重返了海外市場，代表它的5G 手機也重返了全球市場。今年的手機在華為的智慧手機出貨量，現在正式的數據出爐，上修到6000萬隻，竟然是創下被美國制裁以來最高紀錄，而且重點來了，它也是全部幾乎都國產化的，57%的國產化，而且呢少用掉包括來自於日本跟韓國的零組件了。現在整體看起來，包括從晶片的自主到這個鴻蒙系統的作業系統，到整條的供應鏈，全部都是國產化的。那酈將軍怎麼看？今年出來這個華為的這款新的手機 Pura 90S 的話，它其實分為2種版本。分為 Pro 版跟 Max 版那它搭配的是它的鴻蒙 OS 作業系統，就是 6.0.0.125 这個版本來講的話，可以說是正式的重回到國際市場，包括它的手機啊，包括它的作業系統都重回到國際市場。那反觀，其實這7年走過來，華為這段歷程確實是非常的辛苦。從2019年，因為中國要這個質押中國華為的系統發展，所以說不准給他賣給他4G 還有5G 的晶片，甚至於連供應鏈，包括到手機上面的鏡頭、感應器、指紋感應器等等來講，都不准記憶體都不准賣給華為。在這種狀況下，華為必須從零開始，又開始一步一步走起來。但是在去年的時候，他們拆解 Pura 80的時候，發現中國的自製率已經恢復達到57%，那這代表什麼意義呢？其實，在2020年的時候，他們拆解的時候，才發現拆解的那款手機是 Mate 60，才發現說它那個自製率是19%。那為什麼短短3年它整個手機的自製率已經從19%提升到57%？這完全就是因為美國的制裁產生的所謂反作用力。讓不管是華為還是中國這個手機的相關的零組件供應鏈的企業，產生一種危機感，然後自立自強，自己發展相關的晶片還有相關的這個供應鏈。我舉幾個比較明顯的例子。第一個，原來有一家做這個鏡頭的因為美國這個對它實施實體管制，這個鏡頭公司叫歐菲光。這家做鏡頭的公司，美國對它實施管制，而且蘋果跟它斷了合作關係。那歐菲光這家公司它怎麼辦呢？它自己跟這個華為來合作，彼此互相對接合作，變成說它變成華為的供應商，它不是蘋果供應商，它變成華為的供應商。而且這方面來講的話，它的技術越做越好。除了我們知道像手機來講有指紋的感應之外，鏡頭的效果也變得比較好，這就是供應鏈其中一個嘛。另外來講，在記憶體的部分來講，儲存記憶體原來用的還只是用舊款的記憶體你也脫離不了這個海力士的這種
記憶體，但是現在來講，它都用中國自產的晶片記憶體，包括長江或者是長興存儲的記憶體。所以中國在這方面來講，被美國逼出來，所有不只是華為這款手機自己創新，而且連提供給它的這些供應鏈都自立自強、自力更生。所以我覺得，當自己國家的這種供應鏈不被美國卡脖子，我覺得以後來講呢，後市是一定看好的。好，謝謝酈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打針也救不了美軍，今天要來關心包括了美軍內部的各種問題，包括了士氣崩盤、清洗將領跟兵工廠造不出炮彈，美軍赤手空拳，難道真的能夠上戰場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來深度剖析。好，這一場中東戰事，我們來看到美軍對伊朗狂轟，火力全開，但是真正的危機是在美軍的內部，一支軍隊到底能不能打考慮的事情有3件事情，包括了戰鬥意志，還有指揮跟後勤等等啊。但是這3點呢，美軍現在都陷入了危機。我們先來看到第一個危機，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有關於美軍的氣勢。赫格塞斯現在說呢，為了要提升美軍的氣勢，將會推動睾固酮治療計劃，未來30歲以上的官兵每年必須要接受這個濃度的檢測，如果呢數值不足的話，就會提供治療，希望提升整體官兵的體能、精神跟他們的戰鬥力。但是呢，這個話一出，立刻遭到各界的炮轟，原因是因為他們就說了，重點不是這個有關於荷爾蒙，重點是這個美軍是真的已經太累了。怎麼說呢？包括了林肯號持續在這個部署在中東地區210天，中間竟然只有靠港1天，可以說這些官兵都身心俱疲啊。還有許多人寫信向外界求救，還說呢，沒有人是為了這樣子才加入海軍的。官兵真正缺乏的不是荷爾蒙，而是他們需要休息，還有他們希望能夠輪調啊。這件事情看起來怎麼變得這麼的難呢？第二個是指揮體系現在也出現了問題，這是第2大美軍現在內部面臨的問題。近幾個月，美軍高層人事大動盪，多位高階將領他們乾脆自己提前退休，並且撤換掉了包括陸軍參謀長喬治等等的重要級人物。金融時報更是報道說，赫格塞斯在軍中已經營造出了一種讓人恐懼的氛圍，這個氛圍一路會延伸到最高將領、高層等等，而包括在這個軍事體系之內，還撤換了許多重要的大將，像是前4星的上將布朗，他也公開批評美軍正在逐漸淪為政治工具，而不是專業的軍事團隊了。好，那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酈將軍怎麼看赫格塞斯宣布的這個政策，就是要推動睾固酮治療計劃，並且做檢測，要提升軍力。酈將軍怎麼看？這赫格塞斯哈，我覺得他真的是沒有帶過兵。你認為打睾固酮哈，這個刺激男性雄風激素就可以讓官兵有戰力嗎？其實部隊的精神戰力哈是來自於這個你懂得人性。其實軍隊的戰力，我們講說是帶兵、練兵、用兵。你首先要懂得帶兵，然後其次你知道帶兵我們都經常講一句話嘛，帶兵要帶心哈。你能夠帶到這個兵的心以後，你才能夠有資格去談練兵，怎麼樣去訓練你的部隊哈。然後你會練好兵之後，你才能夠用兵，才能夠在戰場上面用兵。那現在來講，赫格塞斯居然想要用這個打針的方式來達到他這個練兵的目的，其實是捨本逐末了。你刺激了他男性雄風，那又能夠怎麼樣？現在關鍵，我們現在看這個，包括林肯號航母210天哦，官兵沒辦法休假，這代表了什麼？就是你赫格塞斯第一個，你的這個航母的軍艦你調度不足哈，你沒辦法應付這個全世界各地方發生的這種需求，所以你兵力調動不足。之前是這個福特號，現在是林肯號。福特號因為這個常年部署在海上，官兵過於疲累，所以造成
福特號的官兵這個將馬桶堵塞，然後甚至於縱火，最後消極的去救火，讓這場火燒了整3天3夜，然後最後不得已，福特號現在是要回到母港做大修。那林肯號會不會也重蹈這個福特號的覆轍？你210天沒辦法休假，你知道這個帶兵首先要講帶人性，什麼？部隊的阿兵哥不是戰鬥機器，你不是說一個按鈕按下去以後，它打開機關，你給它充電，你給它搞完數以後，它就可以去作戰，不是，而是你必須要考量的是他的人性。什麼是人性？你知道，戰場上阿兵哥也是一個人啊，他人性就是貪生怕死、好逸惡勞。大家不要笑，這事實上是這樣啊。你如果說是沒有一個很好，他為什麼要替你去打仗？對不對？我為什麼要賣命去打仗？我為什麼要長期在海上這麼辛苦？我有家，人性就是我也要有家嘛。就像豬八戒一樣，他每天想回高家莊去娶親，然後想要放棄這個到西天娶親，然後回高家莊去娶親生子。還是我跟你講啊，你不要看啊，林肯號的官兵也是這樣啊，他就跟這個唐三藏那個團隊一樣，他也想回家。如果說你不讓他回家，不让他休假，我跟你講，緊接着下來他就造反，因為這是最基本的人性，而這人性不是打這個睪固酮素就可以激發出來的。這個東西你必須要顧到他的不管是人性上最基本的需求。好，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戰爭部長赫格塞斯的鬼點子非常的多，除了打這個睪固酮之外，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策劃清洗軍隊、重整軍隊。這個損失現在在內部軍隊正在擴大當中。賴老師有怎麼看？他沒有重整軍隊，他是排除異己，對，只要不能夠執行他的意志，只要對於他的老闆川普的理念想法有不同的意見的將領都清除掉，這不可以的啊。其實我們一個3軍統帥，他最主要就是要多聽聽這個將領的意見，而不是說今天將領跟他的意見不同就把他清洗。要聽，為什麼聽很重要？就是說你要做判斷，但是你要先聽嘛。你聽了以後，你聽這個將領跟你講是這樣，你聽另外一個將領他的想法，你再聽另外一個將領，那麼各種將領跟你提出他的專業的判斷了以後，你做一個3軍統帥，最後做裁決。這個裁決當然權力在你，可是你要先能夠監聽。可是問題就在於，川普的問題是在於他不聽，他只認為我要怎麼做，我要怎麼做，我想怎麼做，那你能不能做得到？那對於赫格塞斯來講，他表忠誠的方法就是我就是100%執行老闆的意志跟老闆的理念。例如說，這個戰爭該不該發動打伊朗，所有的將領都告訴你說，絕大部分的將領告訴你說不能發動，因為這違反戰爭法。可是對於川普來講，就是說，那跟我意見不同的就開除掉。所以您看，第一波很多將領就被開除了。那要怎麼打法？他提出來的想法就是，那我就要怎麼打？很多将領說，你這樣打，這個損失會太大，可能不能這樣做。那那個川普不開心，赫格塞斯就執行了，再清洗一波。所以他並不是在重整軍隊，他是在排除異己，把所有不同意的這些將領都排除掉。可是到最後，戰爭整個證明這些不同意見的將領他們是對的。他們說不可以這樣打，結果他們這樣打了以後，執行者的這些將領，結果造成了後果。你看，這樣打不像打，不打不像不打，然後整個拖死狗，然後讓全世界看到說，你美國的軍隊怎麼是這個樣子？戰爭打得不像話，沒有戰略的目標，怎麼會是一個這樣的一個軍隊呢？其實，赫格塞斯跟川普他們不是在重整軍隊，他們是在糟蹋美軍。好，我們剛剛講到美軍內部3大問題啊，一個就是戰鬥意志，一個是剛剛賴老師幫我們特別講到的指揮系統，最後是它的彈藥庫的危機。我們現在來看到最新的彈藥庫危機做了一個最新的統計，就是美國他們最基本需要用到的炮彈、飛彈跟攔截彈都是不足的。最諷刺的是，美國砸了4.69億美元打造的新的兵工廠，到現在還沒有開始正式的量產任何一枚的炮彈。美國智庫也做了一個分析，就算現在假設把它全面啟動戰時生產，也需要2到4年才能夠從下單到交貨才能出貨。那很罕見的，美國參議院在這個時候關鍵時刻還擋下了年度的國防授權法案，代表大家不希望川普繼續打了。那楊老師又怎麼看？這個兵工廠案很誇張。他當然也是因為在俄烏戰爭當中，美國不斷的提供給烏克蘭這個炮彈。他希望能夠
就是增加庫存，到每個月能夠生產大概10萬枚，就是155毫米炮彈。那就是要證滿這個項目。那結果2025年10月的時候開工哈，在德州，那希望能夠這個增加生產。結果呢，他為了要趕時間，他去把一套舊的 M107炮彈的這個生產線哦，那個時候是1958年的時候這個裝設的，他就把它搬到這個德州的廠來，然後呢去做改，結果越改問題越多，反而本來是希望能夠在3年後，就是在今年能夠增產的，結果現在他的炮彈每個月只有3.6萬枚。那這個問題還沒有辦法解決，他已經投了4.7億美元了，所以就被美國的這個叫做監察局哈，就整個就指出來這個問題不可思議的嚴重哦。那因此這個是一個單一個案嗎？還是說美國的其他的整個軍火的生產都沒有問題？其實現在問題到處都在出現，尤其最關鍵的那個稀土跟關鍵的這些這個金屬哈，被中國大陸給管制之後，雖然對美國是沒有，因為延長到今年的11月，所以到今年的11月，美中之間是不是能夠再把這個稀土出口管制能夠再延後？這個變成是川普政府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挑戰。但日本已經碰到問題，日本又相當程度有在幫美國做這些彈藥，比如愛國者飛彈 F-35裡面的重要的零組件，所以將來美國的整個軍工產業的發展哈，會碰到一個越來越難的這個困境。為什麼？因為錢越來越花越多了。今年全世界的國防預算加起來3兆美元，裡面軍工產業的產值就來到1.6兆，所以很大一塊都是在這裡面。傳統的彈藥都已經碰到這種問題，還有新的無人機、AI、網絡的太空這些問題，其實都會有大筆的錢進來。那你大筆的錢進來，你怎麼去面對美國的這個整個官僚化的生產？尤其是美國不時還會碰到像是俄烏戰爭這種及時要趕快去增加庫存的這種思維，還會不斷的出現。然後呢，再加上你的關鍵的稀土。